我是趙少康，歡迎您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想特別來賓，吳崢發言人、周瑜旭秘書長、王玉明委員、岳恩智委員、游淑慧議員。好，川普在美國時間這個華盛頓昨天晚上9點，就是今天台北早上9點開記者會。之前大家認為是你沒事開什麼記者會呢？而且事先放出來都是好像要停戰了，停戰了嘛。而且事前也講什麼2到3禮拜就停啊，荷姆茲海峽就算沒有控制，我們也不管啦。反正就看起來是要停戰的。而且呢，川普在國內的民調很低啊，支持度很低啊。老美都希望呢趕快結束，趕快結束，不要再搞了。油價一直漲，这個各種这個成本一直上漲，物價也上漲啊，受不了了，馬上期中選舉了，所以大家認為川普今天講話一定會放軟啊。昨天晚上這個地方。這個大家來討論說，今天川普會怎麼講啊？有不同的講法，有人川普會無條件，有人川普會有條件，就沒想到川普今天開始呢，大家對他有期待，所以股市台北股市原來是漲的，後來川普一言講完以後，股市又跌了川普真的現在這一言新股市，一人上股市啊。好，川普說開戰為什麼要開戰？是要反擊伊朗47年的暴行，算個總賬。川普說絕對不能讓恐怖分子擁有核武，這是為什麼要打伊朗的原因了那另外呢，未來2到3周要極其猛烈打擊伊朗，所以本來說再打2-3周就停止了嗎？但也有人講說，因為要停之前要狠狠的打，狠狠打才有機會停這是川普的想法會比以前更猛烈，而且川普說美軍已經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因為把伊朗的海空軍通通打敗了。伊朗現在有海軍嗎？沒有，都被我們炸掉了。伊朗有空軍嗎？沒有了，空軍也沒有了。無人機、飛彈都被炸光光了。川普已經吹牛吹了3個禮拜了那另外呢，說我強烈反對伊朗擁有核武。川普說危機只有一步之遙。他一直在強調說，伊朗只剩下2個禮拜就能有核彈了。只剩下2個禮拜就有核彈了。所以呢，我們已經快接近完成我們的目標了那川普說，伊朗要求停火。我們沒有要求停火，伊朗要求停火，而且呢，你要求停火，你不開放荷姆茲海峽，我就把你炸回石器時代，讓你們都穿着那個樹葉做的內褲實際上不是這樣嗎？你看實際上，那川普說呢，美國很快就會從伊朗戰爭抽身，把伊朗打回石器時代就停戰。那如果伊朗沒有變成石器时代呢？如果伊朗人還好好的，還有無人机還有飛彈，那就繼續打嗎？好，現在川普講了，歐洲、韓國、日本、中國，他沒提台灣你們來承擔責任而且南韓油是給你用的，天然氣給你用的，你憑什麼不去護衛荷姆茲海峽？你不護衛荷姆茲海峽，我們美軍有將近5萬人在南韓，以前有說3萬了，反正就是他們48000美軍就在北韓的核武旁邊呢，在那邊駐紮我們美軍幹嘛？我們招誰惹誰了？我們活該倒霉啊！非要替你們去阻擋北韓的核武啊！現在荷姆茲海峽有事，那油氣還是給你用的，你都不派人來，南韓你什麼意思啊？點名南韓那另外呢，他就講說，我們才打了幾天呢，你們急什麼？對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的是1年7個月又5天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3年8個月又25天呢，韓戰也打了3年1個月又2天呢，越戰打了19年5個月29天呢，伊拉克也打了8年8個月28天呢，都打那麼久，你現在是打4-5個禮拜，你們就不耐煩，那是怎樣啊？繼續打有什麼關係啊？幹嘛要着急要結束啊？而且之前也講過了，能夠把伊朗打敗，把核武把它拿來，然後呢，油氣都由美國控制，這多便宜的事情啊！我們現在花幾個錢啊？才10幾個人啊！你們腦筋你們這笨啊，夠笨啊！哪有我這麼聰明了？川普已經罵過了那所以呢，伊朗總統發公開信給美國人說呢，他沒有惡意，可以用外交來接觸伊朗也不知道川普要講什麼，所以我們可以用外交，但是伊朗說總統沒有權利講這個話而且總統發一個信，不表示我們高層的共識，我們到時候還是要原來那個何敏的兒子，我們現在就選他最高領袖，他講話才算數，所以總統講話聽聽就好，看一下。In these past 4 weeks, our armed forces have delivered swift, decisive, overwhelming victories on the battlefield. Victories like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before. Tonight, Iran's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in ruins. Their leaders, most of them
terrorist regime they led are now dead. Their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s being decimated as we speak. Their ability to launch missiles and drones is dramatically curtailed, and their weapons, factories, and rocket launchers are being blown to pieces. Very few of them left.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has an enemy suffered such clear and devastating large-scale losses in a matter of weeks. Our enemies are losing in America, as it has been for 5 years under my presidency, is winning, and now winning bigger than ever before. I can say tonight that we are on track to complete all of America's military objectives shortly, very shortly. We're going to hit them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next 2 to 3 weeks.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Stone Ages. 那未来2-3礼拜就狠狠的打伊朗，来，玉敏。我觉得大家对于川普今天的这個記者會啊，就是期望過高，所以失望也很大哈。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昨天全球的股市因為這個川普今天要開這場記者會，他釋出了就是要結束戰爭的訊號，所以大家瘋狂啊，台股也是創下史上這一種報復性的第二高，對，都是漲停啊。那結果本來大家期待他這一場這個記者會完之後續漲，結果落空了哈。現在今天其實包括日經、包括台股都沒有這個釋出這個正向的訊號，主要是為什麼？我覺得川普他剛剛有一張表，他在說，哎呀，你們急什麼啊？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要好幾年了。我覺得他釋出這個訊號之後，大家就真的剉咧蛋了哈。川普第一次告訴大家什麼？這場戰爭他很快的發動，他說幾週就結束，4到6，對，最多就1個月，了不起就1個月，1個月過去了，他又告訴大家說很快2-3週，結果他今天竟然在記者會上去提說，哎呀，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呢？這個其他的大戰哪有那麼快結束？那大家真的就慌了，就覺得如果現在這個荷姆茲海峽被封鎖的情況，已經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大家通通都受到波及，然後這些物價漲成這樣子，然後有的幣值跌，然後呢，這個成長率就是受創，大家都很擔心會帶來另外一波的整個經濟的衰退。那他今天又釋放這個訊號，好像他想結束，也沒有辦法這麼快結束，難怪這個股市就是很敏感的嘛，然後就跌了。那這件事情，川普現在我覺得他是滿肚子牢騷。今天的記者會比較像是他想要指控各國，你們怎麼都沒有進來，你南海沒有進來，有那麼多石油沒有進來，你那個歐盟沒有進來。但是今天很特別的是，他之前一直嚷嚷說他要退出北約，結果今天只字未提。不敢講了。之前他就是說，你們北約都沒有用啊，哈，你們這些是紙老虎啊，我要退出北約。結果今天大家可能想要聽到他到底是不是很，就是不管你北約要不要加入啊，好，反正我打完我就要走了。結果他今天這個關鍵也不提，對於整體全世界的經濟的影響，這些關鍵的議題，反而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他都沒有做出明確的回應。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真的是騎虎難下。就是他現在撤也不是，因為你今天把他搞到現在伊朗沒有真正投降啊，伊朗沒有投降而且伊朗現在看起來是分兩派，總統呢釋放一個很溫和的信，結果呢這個軍方革命衛隊就說我們真正的領袖叫誰？穆吉塔巴，不是總統，所以總統說了還不能算。那本來大家期待是說，現在美國跟這個整個伊朗大家可以有和談。我覺得現在的困擾是他和談的對象是誰？是總統還是外交體系，還是真的革命衛隊？現在美國連這件事情都搞不定，所以看起來這個迅速結束戰爭的希望有點渺茫。我們常常講談判啊，討論對象是個 key person， 對，所以主要能做決策的人。那問題伊朗到底現在是誰呢？而且呢，這些人都怕得要死，也不敢用手機，怕被炸，怕被斬首，所以要透過人來傳話等等，那個效率也就很慢啊。來源之，就是川普講什麼，對於這個中東戰事到底要結束，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必然關係。為什麼呢？因為好，那就算是美國2到3個禮拜，他要不打了，那以色列嘞，他有講說以色列不打嘛，然後在川普講完之後，那伊朗又對伊朗又發導彈啊，所以伊朗也沒有要理那個川普啊。所以川普的談話，我覺得對於戰事到底有什麼決定性影響，我覺得大家還可以再持續觀察。但川普的講法，當然我覺得他是想要下台階了啦，因為確實是這樣。因為最早的時候，他講說他的終極目的是要讓
伊朗的政權轉移嘛，而且還跟伊朗的民眾號召，就是說親都交給你們了，接下來呢幫你們找一個更好的政府，讓伊朗再次偉大 ，MAGA 變 MIGA， 那是一開始都是川普講的，但是他現在下台階的說法是說有啦，他們政府雖然還在，可是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有吧？有好很多我不知道了，但是至少要有一個台階，然後再來就是說武器已經摧毀到已經沒力了，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伊朗到底還有沒有反擊的能力，所以這都不確定。可是問題是，大家會覺得說，那川普你一走了之，你留了一個爛攤子給國際社會嘛？因為荷姆茲海峽怎麼辦？現在荷姆茲海峽如果之後真的被伊朗實質控制了，實際上在戰略上面，你美國是輸了啊。那川普怎麼說？川普說那是你家的事，就是其他國家你們自己去處理哦，跟我無關。你們如果想要解決，也可以來買我美國的石油，反正川普怎麼樣都贏啊。那你看嘛，但是呢，其他人你要的話就自己把它打回來，所以這個大家就會覺得。會被他受影響，台灣也被影響啊！台灣現在油價也漲了啦，然後什麼塑膠袋之亂吶，然後水也我最近有那個廠商，我們都叫那個瓶裝水嘛，然後也漲價，就是萬物皆漲，就是因為它的關係啊，所以他這樣一走了之，我也是覺得蠻點。因為你瓶裝水那個罐子啊，對，會漲價。不過基本上我原來就預測，這最後的情況一定是美國說我大贏，伊朗說我沒輸。伊朗不能說他贏了，但是我也沒輸啊，我沒有投降啊，我說我沒輸嘛，那就僵下去嘛，休息再回來。好，川普一直罵哈，不過北約這個秘書長原來就是支持川普的，每次都拍川普馬屁。他說下禮拜呢要到美國去，幹嘛討論？你們都罵我們都不動作啊，然後英國首相招了35國討論怎麼樣重啟荷姆茲海峽哈。那川普沒有說停戰了，本來他以為他今天會停戰嘛，所以呢國際油價又飆破100美元了。就川普一講話，好像停戰，油價就跌了；沒有停戰，油價就上來了哈，就影響到這個整個的全世界的股市跟經濟了哈。那澳洲的油價也狂飆，所以澳洲的這個總理呢，很少出來公開演講。他說要持續好幾個月哦，會對我們經濟的衝擊哈。因為澳洲呢，它的這個油脂夠撐37天，純油很少，沒想到嘛哈。那另外呢，美聯社說沙烏地阿拉伯要求打到核武全廢，為什麼川普為什麼？因為今天旁邊不少國家鼓勵川普的，中東旁邊這些國家原來是反對，就是說你打都不告訴我們，你要打伊朗不告訴我們，那現在打到一半了。頭洗一半，你不能跑啊！所以呢，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說，你要打他核武，把它全打毀。他說1000個，還有1000噸吶，1000噸嘛，1000公斤，1000公斤嘛，還是1000噸，反正還有相當多的這個核濃縮鈾啊，要把它都弄掉啊，然後呢，這個應該是1000公斤了哈。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說，把美軍直接開地面部隊來啊。他還說，阿聯酋還說，荷姆茲海峽我派軍隊幫你去打通。中東國這些國家現在反而開始是沒興趣怪川普不告訴他們。現在好像每一個都興致盎然都想參戰。那另外呢，也門的胡塞武裝就是伊朗的這個友軍打以色列另外呢，這個說他們要封鎖紅海，要封鎖蘇伊士運河，還不得了了。你光個荷姆茲海就搞死了，還要封鎖紅海，還要再把蘇伊士運河封起來那影響更大了因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油如果不從荷姆茲海，就從紅海那邊走，那紅海那邊剛好青年運動這些在那個地方說叛軍那伊朗總統說不打我們，我們就停戰嘛，你不要再打了，我們就可以停戰那但你如果繼續打我們，還特別暗殺我們，你的18家美國企業我們就報復結果呢，果然就報復了，第一家美企被報復了。是 Amazon 在巴林的這個叫做 AWS，AWS 是什麼呢？是 Amazon Web Service AWS， 就亞馬遜的這個雲端這些數位的這個服務說遇襲失火了所以呢因為美國昨天還講說什麼了不起，我們都有因應了，你這些企業怎麼因應嘛？企業靠一些保全的因應，保全怎麼因應那個無人機跟飛彈？那另外呢，聯合國說中東戰爭可能會把中東去年的經濟成長統統吃掉了那這個華倫巴菲特又說呢，怕銀行出問題的話，整個世界經濟就會出問題了
那川普當時還不相信說這個伊朗說要打擊這18家企業，川普說你們用 BB 槍嗎？BB 槍嗎？人家還有飛彈呢，人家還有無人機，你在講些什麼？哦，你每天說已經都摧毀了，看起來並沒有啊，而且越來越準啊。CNN說川普是想一走了之的，但他走了以後，全球就要背這個黑鍋，全球怎麼辦啊？教宗說希望復活節之前結束中東的戰爭，不要再打了啦！哦，你們再打，你們都假着上帝的名，哦，行這個侵略，行這戰爭之實。他說，上帝是不會聽你們的祈禱的，不會聽你們讚悔的，也不會聽你們胡扯的。我們看一下。We're working along with Venezuela and are in a true sense joint venture partners. We're getting along incredibly well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massive amounts of oil and gas. The second largest reserves on earth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re now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yet we are there to help. We don't have to be there. We don't need their oil. We don't need anything they have, but we're there to help our allies. We're in great shape for the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s almost no oil through the Hormuz Strait.And won't be taking any in the future. We don't need it. We haven't needed it. 那吴征哈，民主党政府有没有阴影？萬一打下去怎麼辦？真的像川普講打很久的話，結束不了怎麼辦？其實我想大家比較關心的會是在民生物價這一塊了。所以其實2個禮拜前，行政院每週就是由鄭麗君副院長來去召開這個物價穩定小組。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了，就包含大家最近比較關心的一些塑膠袋的問題啦。那其實行政院也去協調說，請中油擴大產能了，然後法務部有組織一個聯合稽查小組啊，要去看有沒有囤貨這樣的狀況。所以這部分當然政府要加緊腳步。不過講回來，就是整個戰事，我不知道趙哥有沒有印象，就大概2個禮拜前，我其實還在我們節目上跟那個沈大佬我們在對賭啊，也不是賭啊，就是對做了哈。他昨天說你輸了，沒有哈？哦，對，沒，還沒，他又輸了啊。就是我說我認為啦，就是說美軍最後還是會採取一定程度的地面行動，規模多大不確定，但是我認為會走到那一步。就是為什麼？因為這個你看川普他做這個事情。或者說他整個從政，他說要讓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怎麼具體來說，怎麼是 America Great 起來的呢？你說他也這麼有錢了，他也不想他要求的就是一個歷史定位嘛。那所以其實伊朗，其實大家看啊，就是如果他處理了伊朗這一攤，哇，1977幾年這個巴勒維王朝被推翻以後，就是一直是美國在中東頭號敵人。我要是處理完這個，我要是把全球的這個能源的這個咽喉掐住，哇，那這個是一個很清楚的整個全球格局就轉變了嘛。那問題是說，這個沒辦法那麼快去處理完，所以為什麼我認為說現在為什麼會還在拖着？因為美軍要對地面戰進行準備。事實上，我們看到部隊持續過去，而且他部队也不是到了馬上就可以打。就為什麼川普去提到過去一些戰爭力？其實大家去看過去中東，包含在這個前2·1戰爭的時候，或者美軍2003年打伊拉克那一次，其實他的部隊開拔到那邊以後，他還要花一段時間適應當地的氣候啊，去這個一直喝水啊，然後這個固定的排尿啊，就是因為沙漠裡其實跟本土你那個環境，部隊也要轉換一段時間。那問題是說這段時間大家看到這個消息來來回回，因為川普自己也是嘛，一下講說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可能再2-3天就結束了啊，一下又說這個可能我們接下來就要再2個禮拜要炸他們屁滾尿流。我覺得大家一直看到很反覆，那為什麼呢？我是認為說這其實是川普的一個他把他的話當成一種工具了。那坦白說，其實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就望梅止渴嘛，對不對？就是我知道這個路還很長，那問題大家扛不住了。我就跟你說，很快，再走幾步，前面臨死就沒死啊！那再走一下，對川普來說這樣嘛，就是他知道說他要去處理這一攤，時間還很久，但是全球股市在崩啊，能源漲，那他就想說，我發個推，我開個記者會，我講一下好話啊，全球這個原油價格又跌下來。啊，過一下這個纏不住了，然後原油價格漲上來，那沒關係，那我過一段時間再講一下。所以我覺得他的模式是這樣了，那恐怕現在全球動盪的局勢還會再延續一段時間。來，秘書長，我覺得這樣，我們以前常講說毛主席的心情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我覺得川普總統的心情不用到15，大概初1跟初2的白天就不一樣，初1晚上跟初2白天跟晚上就不一樣。我倒是比較關注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自己。好，就以台灣的角度，好，那麼是很衷心的建議，我是不曉得，應該有了哈，就是說國安團隊有沒有給賴總統足夠的資訊，因應這一波
就譬如說我們的能源安全儲量，這個在這裡講很久啊，大家都叫大家別驚有歸剛。其實事實上，建議民進黨政府應該是擴大那個能源安全儲量，因為對我們而言，我們有相當高比例的能源是來它海島型的國家，所以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恐怕要去看清它這個以戰逼談的本質，談，它到底是要政權更迭，還是要獲得更多的這種交易型的這種本質。第三件事情是，我還是建議國安團隊要去密切注意川習會之後，以川普這樣的個性，回到原之剛講那一題，美國政府對軍購的態度，講說啊，你們1.25兆都好，可是，在見完習近平之後，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以他這樣的個性，是我們再怎麼給錢也買不到的東西？那會不會是變成台灣下一波要面臨的挑戰？還有，別忘了哈，最後一點，我們的經貿籌碼的預防性協商，之前講的藥的大幅的這些價格上的問題，對藥廠的手筆，我覺得故事才剛開始而已啊。所以我覺得對台灣政府反而應該要很警惕，而不是單純的這個美國什麼都好，看起來不好的越來越多。來，說會，這個大家都很關心的是，賴清德的國安團隊到底能不能掌握國安局勢啊？這一點我是畫一個問號，而且是非常悲觀。我記得2022年的2月，俄烏戰爭爆發前的2個月啊，在立法院有一場質詢，是質詢當時的經濟部長王美花，問他說認不認為俄烏會發生戰爭？當時王美花說，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是應該不會。大家記得她的老公是誰？是國安會的秘書長。2個月後，俄烏就發生戰爭了。這就是我們掌握國際局勢跟這些國安危機的訊息管道嗎？所以你說這一次啊，3月發生這個中東戰爭，我們事先知不知道？一定也不知道啊。如果事先知道後，我們一定會開始先進行這個戰略能源的儲備，一定也不知道。然後直到事情發生了以後，發現石油要狂漲，沒辦法，叫中油吸收。然後現在發現塑膠袋也開始被囤貨，好，再來開始去查國內的塑膠袋。我們一切都是跑在後面，問題發生了再趕快來擦屁股，而不是問題發生之前先開始預警跟準備啊。那我比較難過的、比較擔心的是，這一次的這個中東的戰事，第一個受害者當然是伊朗了哈。那第二個受害者是誰？是烏克蘭。還有人記得俄烏戰爭嗎？沒有人記得了耶！哦，好像這個俄羅斯如果現在在烏克蘭要幹嘛，已經沒有人去關心了。那如果第三個受害者如果是台灣呢？現在如果兩岸發生什麼狀況，請問一下，美國現在有餘力再去管到兩岸的狀況、台海的局勢嗎？我也是打一個問號哦。我不知道說為什麼這一次這個美國打伊朗這件事情哦，我之前有一個參會，現場都是退役的外交官哦，而且都是當時都很高階，他們就說他們覺得一件事很怪，就是這一次美國對伊朗的這個軍事行動哦，中國沒有太大的反應啊，俄羅斯普丁也沒有太大的反應啊。照理說他們是某一個太大的反應，他們擔心的是，會不會是3個談好了？好，你打烏克蘭我沒有反應，好，那你打伊朗我沒有反應，那你解決台灣問題我們2個也沒有反應。如果這樣的話，那是他們最不樂見的狀況。玉敏。我覺得這個川普他自己這個決定，然後去攻打了這個伊朗之後，我覺得他現在就是難以善了，但是他產生的蝴蝶效應真的是太大了。我剛剛其實是很擔心的，連澳洲的總理澳洲事實上在這一場戰役當中，大家以為他受到的影響是比較小的，別忘了我們說，這個荷姆茲海峽從那邊來，對，我們的能源主要供應國要從哪邊來？是寄望於澳洲，澳洲總理自己說，我們自己現在都如果再持續下去都有困難。那我們的整個政府團隊有聽到這個訊息嗎？那如果是基層的都給你一些好的訊息，說，哎呀沒有問題啊，我們現在澳洲供應我們多少啊？自己的總理都說我們自己現在都還要非常緊張。那我們該不該緊張？我們真的是要繃緊神經了。我覺得這一場戰役打下來，現在整個國安團隊跟政府，你要做最壞的打算，而且要有最好的準備，因為不會短時間結束。因為我們剛剛提到澳洲，我突然想起来，我年輕的時候我在美國公司服務，我們跟澳洲關係很密切。記不記得那時候台灣煤礦？我記得我當議員的時候，內湖有一個煤礦崩塌，屍體我到現場去看，屍體是一具一具把它從下面挖出來提出來的。後來台灣就禁止開煤了嘛。為什麼？因為台灣的煤是坑，要進去挖礦坑，而且那個煤的品質很不好，
澳洲叫做 open pit， 什麼叫 open pit？ 是地面煤啊，露天的，而且品質好得不了，挖就有啊，就跟你挖土一樣，挖不要到坑裡面去啊，所以它又有天然气。它也有煤，它可能還有其他的各種的資源。它澳洲嘛，对不对？得天独厚，这很偏僻的地方，英國那时候把那个战什么那个坏蛋罪犯送到那邊去流放，就像我們就把以前一清送到綠島去一樣嘛。那樣的地方，他們總理都很緊張，說我們不夠了哈。那我們全世界其實都應該緊張了。來，元智。對，就是我們政府常常講說什麼我們要國家任性，國家任性，但是我們政府的政策就是讓台灣沒有韌性嘛。韌性的意思就是，當我們遇到危機狀況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抵抗嘛。那現在看起來能源就最沒有韌性，因為以前大家一直提醒說，你不能夠把能源的配比大量仰賴天然氣，這以前大家一直講這個事情，但民進黨政府就是認為天然氣沒問題，現在要53%了，現在53%，那現在還要去搶氣嘛？那現在說已經搶到6月了。但是搶6月，我們大概多付出的成本大概200-300億啊！這當然現在都是中油吸收。台電現在就漲那個工業用戶的價錢，台電也漲工業。那重點是現在是搶得到哦。剛剛大家講說，那萬一搶不到呢？搶不到就影響到發電啊，所以這個部分韌性就有問題。沒有替代方案，就直接說少一點，現在就出現塑膠袋之亂。好吧，塑膠袋到底怎樣？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